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属老鼠的朋友啊，在2024年经历过了一个非常压力的一年过后，今年呢还是一样的，甚至呢你们的压力啊会比去年还要大。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属老鼠的在这个14年啊，你们的运势到底是如何啦。那我们来看，首先呢，你们有的吉星是龙德还有紫微，那这两个吉星啊，都是代表啊，你是在一个位置，你的一个责任啊，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大。我们这里啊，虽然说它是吉星，但是呢，它代表的也是老天啊，好像赋予你更多的一个责任，他对你的期望呢更大了。他就是希望你啊，利用这个吉星呢，去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那通常我们这个龙德跟紫微啊，你们可以想象呢，就是在古代，我们平民百姓需要一些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需要去申冤，我们都会找啊这些高官来帮我们伸张正义，或者帮我们解决问题，对吧？所以呢，你就要想象老鼠呢，今年啊就好像这样子。很多人呢都会来到你这边祈求啊，你来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啦。如果你本身啊是一个很害怕麻烦、很害怕去处理别人的问题的话，那今年啊你真的会过到比较压力一点啦。所以呢，你们要放宽一点心，你真的觉得好，老天呢是在给我一个机会去帮助更多人。那我自己呢也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去做好这个事情啦。那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的话，那你个人的这个名声或者你这个地位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啦。那别人呢就会视你为一种德高望重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啊，有吉星呢不代表完全都是好事。我们也要看呢，要怎么去更好的利用这个吉星，来让自己啊处于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这个吉星来到这里，你害怕压力，害怕解决问题，到最后呢，你还是变得更糟糕，你反而没有变得更好啦。就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啦，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吉星呢，叫喜神。那这个喜神啊，就叫你要有时候适当的让自己放松，要休息。所以你看，老天啊也是很眷顾你的，他看到你这么压力、这么大责任的时候，他也给你一个吉星，提醒你要休息啦。那除此以外，他也害怕你啊无法做好这个位置。那他再给你呢3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辅助力，我们有的是天魁、天意贵人，还有太极贵人。那这3个呢，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啦，但基本上呢都是一个让你变得更好，他们来帮助你，来指导你，来指引你的一个吉星。那天魁呢，主要是主导学习，它让你的学习能力啊变好。那你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快速的学习，然后要让自己啊怎么去帮到别人。那天意贵人呢，也是一个贵人的一个辅助。所以呢，就算你面对一些很挑战、很难解决的问题啊，你有这个贵人的话，你还是会觉得迎刃而解。那我们更好的一个用法，其实就是让自己变成别人的天意贵人啦。那这个吉星啊，它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涵在这里。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太极贵人。这太极贵人呢，是让你啊看一个事情的时候，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一个层次。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局，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要看问题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视野是跟那个问题一样的话，很多时候啊，我们只会用我们所懂的一个方式来解决它。但是太极贵人呢，是让你突破，让你变得好像有一种鸟瞰或者一种神的视野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也不会太难嘛，也会很容易可以解决嘛。所以呢，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帮你提升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3颗吉星呢，都是要提升你的能力，然后来帮助更多的人。
当然了，我们这个太极贵人呢，也是代表一点我们的灵性学习啦。所以呢，如果你在今年去学习一些玄学啊、身心灵啊、疗愈的东西的话，其实呢都会对你很有帮助啦。那至于凶星的话，有什么呢？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呐。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主要有报拜、天厄还有咸池。这个报拜讲的就是挫折啦。那通常这个挫折呢会比较大，那当然非常合理啦。你坐的位置越高，你的责任越高，你需要处理的那个问题的那个 level 那个层次越高的时候，它的风险也更大，对吧？所以呢，当你真的有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别人呢都会看着哇，你看他做了一个决定，导致呢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或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嘛。你要干大事，你就要肯定要可以接受，允许自己去面对所谓的报败。OK， 那当然我会认为呢，这种是一种越挫越勇的精神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害怕这个报败啦。那当然，你们最好的情况是让自己多思考，多考虑清楚。再做决定，那他只是要提醒你，你有这个几率可能呢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挫折，所以呢，你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自己先缓一缓，再做任何重大的决定，或者呢，你要在帮助其他人解决他们生活上一些很困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想清楚了自己的能力在哪里，那你再去帮他去做这个事情。那天厄的话，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报败嘛。那当你遭遇挫折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啦。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啦。我们每一天呢都有情绪的起伏。那这个天厄呢，只是好像加剧你的这个情绪。那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好的去感受它，去应对它，不要把你的这个情绪所压下去。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当你压下去的时候，它反而会产生一种反弹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你，让自己多了解、多正视自己内心。如果真的有一些情绪的话，我们需要找一些人来提供协助啦。那最后一个凶星呢，我个人觉得不完全是凶星，因为它讲的是一种个人魅力，这个咸池。那这个个人魅力呢，你就要考量你要用在哪里。以前的人呢会觉得很不好，因为这个呢是有点像你很多烂桃花，或者你很滥交，然后你跟很多人都有产生关系这样子。但是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要用在这个负面的话，当然可以，我不会道德批判你 ，OK。但是呢，在用在好的地方的话，例如做社交媒体做这种内容创作者甚至呢我做销售的话。其实呢，都会很好的帮助啦，因为它让你呢，在别人眼前突然间变得很有魅力，那大家呢都很想靠近你，就好像很想跟你产生关系这样子，OK。所以呢，只是大家要懂得怎么去引导这个能量，这个凶星来变成辅助你的一个能量啦。那当然，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意识，没有任何的觉察的话，当然这些咸池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困扰啦。因为我们搭配这些紫微龙德这些，就好像你在一个高的位置，但是同时你的这个个人感情，你跟别人的一个关系会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啦，就是地位、权力跟这种个人感情好像有一点混在一起。那通常这样子的时候，很常就会出问题啦。那所以大家要多留意一点。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属老鼠的，在这个24年啊，你们的权力地位啊都会大大的提升，比去年呢还要高。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更多的压力还有责任啦。所以呢，他就要提醒你，真的要适当的让自己休息。然后另外呢，第二个重点是真的要成为别人的一个贵人。很多人啊都对这个吉星啊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吉星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来辅助我。但是呢，其实它另外一个方面啊，它要提醒你的是，你要成为别人的那一个帮助，你要成为别人的贵人啊。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帮助别人，很多时候啊，到最后反而变成得到帮助的人是你，你学习到更多，你得到更多。OK， 所以呢，这些吉星啊，就是来提醒我们去成为别人生活里面的贵人啦。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有太极贵人，所以呢，你也是很适合一些灵性的学习。那我可以往玄学啊、能量啊、疗愈这方面呢，都可以很好的，你的能力呢突然间暴增，那你的理解能力啊，在这一方面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呢，你可能看我这视频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容易理解。OK， 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只要记得一句话的话，你就要问自己，在今年2025年，你会如何利用这个新的权力地位？你要拿它来做什么事情 ？OK， 很多人呢拿到这个权利的时候，他不懂要做什么，那他只会导致自己陷入一种很压力、很焦虑的状态。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引导去让自己去完成一个目标，去完成一个项目的话，那这个呢就会非常的好啦。好，那我们讲完吉凶星这里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生肖。那很有可能呢，你点进来这个视频是因为你说我是属鼠的，我出生在鼠年。那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每个人呢其实是有4个生肖。那我们要怎么找这个4个生肖呢？我这里其实有一个视频已经在我的频道里面，大家呢可以去看要怎么找。但是呢，我要这里给大家一个理解是，我们的生肖其实是在我们的年月日时都有的。那你们要看的就是你们的八字里面年月日时，我们会有代表不同的生肖。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老鼠可能可以出现在年。那月份的话，你出生在大约12月，年尾12月的时候，你这里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是老鼠。那日的话，你们要用八字的命盘来看，你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属啦。那时间的话，就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出生的话，你是出生在子时。所以呢，这个视频如果你的八字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有老鼠的话，都适用。年份呢，代表的是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那月呢，是你的事业、你的生意、工作。那日呢，讲的是个人的感情生活。那时呢，可以有很多东西，可能是你内心的想法、你的下属、你的孩子，或者呢，你所投资的资产。那它如果出现在年的话，代表的是在你的社交圈子，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很有可能呢会遇到一些贵人。所以呢，你如果在生活里面真的需要一些帮助的话，你可以往你的朋友方面去看很有可能呢，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建议就可以给到你所需要的一些帮助啦。那你可能会问这么多朋友，我应该要看哪一方面的朋友？那很有可能呢，你要找一些朋友呢，他是身份地位比你高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他们都会承担比较多责任，比较多需要处理事情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呢，你们可以看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朋友。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问他，可以去找他，那向他咨询我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那如果老鼠来到是在月份的话，就是说你在12月份出生的话，通常它代表的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你的责任、你的这个地位啊，更加的被提升，所以呢，你会有更多需要去应付的工作内容。那随之而来，当然就会非常的压力啦。那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呢就要用我刚才所给的建议啊，去让自己呢更好的去应对这些新的压力或者新的责任。那如果老鼠啊出现在日的话，代表呢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感情生活。那通常啊，我们有这个紫微龙德这些的话，代表呢，你跟你另外一半的感情啊，你们会处于一种比较压力的状态，因为呢，你们的一个主题啊，在今年呢都是谁做主 ，OK？ 那在感情里面，如果两方面都在去争夺，都在去争执啊，说我要做主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啊，或者一些挫折啦。所以呢，你们在今年呢要留意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OK？ 所以呢，有时候啊就让对方做一下主吧，有时候呢就由你来做主，但是呢，尽可能缩短那个决定的那个过程。OK， 就不要太让这个事情呢拖太久。所以呢，你可以做的就是快速的下定决心，就是说这件事情 OK， 我不要做主，我交给另外一半去做主。不然的话呢，这件事情我要做主，所以我讲我立刻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OK， 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你再来配合我就好了。那但是啊，你也不能每一天无时无刻每一个决定呢都是由你来做决定啦，那你们就互相配合一下。那另外呢，你在这一年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去往一些身心灵啊、个人成长方面啊去学习啦，因为我们有的是太极贵人，还有很多的贵人，所以呢，代表的是你的个人成长，你的个人的一个进步啊，将会得到一个提升。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去上一些课程啊，去让自己学习，或者呢去进修，甚至啊你只是让自己做一些好像静坐、打坐、冥想、禅修，这些呢都会很好的去提升你身心灵的一个健康啊。那如果这个鼠啊是出现在10的话，代表呢你今年啊真的会比较压力一点，因为呢你这内心会时常要觉得我要主管很多东西，我要控制很多东西。那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外在的世界啊是没有这么多的掌控的。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处于我们的掌控，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那你今年呢的内心呢，会有一种我要掌控完所有东西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你需要做的是适当的放开这个概念 ，OK？ 那怎么放开呢？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学习啦。就因为我们通常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放下我们内心的一个自我 ，OK？ 因为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学习，很多时候啊，你就是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有一些不足，自己是有一些东西啊是不懂的，所以呢，我们才会放下所谓的自我，我们的一个 ego 去跟别人学习。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呢也是算是放开你要掌控、你要主导所有事情的一个心态啦。那如果对于下属、对于孩子的话，也是一样的想法。你呢不是要去控制他们，虽然在今年呢，你会觉得你要去控制他们，你要去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以一种辅助他们的心态。你们用更多贵人的吉星，那3个贵人的吉星呢，去帮助对方。因为当你啊是以一种贵人的一个姿态的时候，你不是以一个老板或者一个我是你的父母，我是主管你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父母的时候，你是用一种我真的以我的孩子、以我的下属为出发，我真的很想去帮助他们，以这样子一个心态啊去
帮助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啊，这个才是会产生一个长期比较好的影响啦。因为我看了太多，就是老板他们要用一种所谓的强权，或者父母呢要有一种很所谓的独裁的教养，去控制他们的下属或者孩子。那通常呢，这样子呢都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啦。我们呢在这一方面呢，有时候要用一点比较柔的方式。那对于投资资产的话，你要留意的是，对你所有的投资，每一笔的投资都要深思熟虑。OK， 因为呢，你们有一个包败在那边，它代表的是你有这种几率啊，面对一个比较大的挫折。那这个挫折呢，我希望不会是从你的投资这里来啦。所以呢，你要运用的更多一些谨慎、更多思考还有分析啊，去做这个投资啦。这就是老鼠的朋友在这个2025年呢会有的运势。那你是属老鼠的吗？那如果是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还有你们在新的一年打算会做什么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们身边属老鼠的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